我那么疼惜你，那么信任你，就算你犯了错，我还是会给你机会。没想到的是，你的温柔善良都是在演戏。元娘竟然是被你杀害的，你杀了他还不够，你还要杀人灭口，诬陷十一娘。好一个请君入瓮啊！你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算计我的？自从贤灵阁出事，明镜失踪，我就知道你已经有了防备。可我没有证据，我只能设法让你不打自招。所以我认下了罪名，造成对我最不利的局面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，让你觉得阴谋得逞。侯爷，当时明明所有的证据都对他不利，你为什么还肯相信他？因为我深知十一娘为人，相信其中必有蹊跷，所以我得知消息后，立刻到了罗家询问十一娘。侯爷真肯信我？我带兵征战多年，自认有几分看人的眼光，能分辨出是非曲直。你是我妻子，我深知你的为人，纵然所有人都怀疑你，我都会相信你。谢谢侯爷。侯爷，现在是明镜失踪了，想要乔连房认罪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自乱阵脚，不打自招。只是此事需要侯爷的配合。不出所料的话，罗府现在也有被乔连房收买的人。侯爷可愿与我演一出戏？我们在罗府发生争执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我跟侯爷已经决裂。侯爷再在适当的时机给我写下休书。没想到时机很快就到了。乔夫人妖言惑众，推波助澜，于是我便顺势写了休书。所以，这封休书是假的。我会让人传言明镜已被罗家人找到，接下来就让十一娘去别院了。好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先派了马车出城，随后去了别院，就是为了让你相信，明镜已经被我藏在了乡下别院。你一看到明镜，就痛下杀手，便以真相大白。为了对付我，你们可真是煞费苦心啊！侯爷，我也是你的女人啊！可你为了他，竟然处心积虑的欺骗我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先是毒害了元娘，又多次陷害十一娘，欺骗我和太夫人，你又对得起谁啊？你还要责怪侯爷？孩子，这都是你的错呀！太夫人，我是有错，我是有错，可是他就是清白无辜的吗？太夫人，难道您忘了，是罗十一娘屠害灾民，毁了徐家的名声，这都是你亲眼看见的，太夫人。都这个时候了，
你还不忘攀咬别人？凌波，把人带上来。是谁让你教唆绣娘，污蔑徐家的？是乔夫人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去挑唆灾民、起哄闹事，还有那些高价购买绣品的人，也是乔夫人，为的是凭借此事毁掉徐家的清誉，然后推到徐夫人的头上，这样徐夫人就再也无法翻身了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。为了一己私利，毫不顾及徐家，你也是徐家的人呐。带进来。说吧。当初在别院的时候，是乔姨娘塞给我银子，让我想办法支开夫人身边的贴身侍卫，然后找机会下手。还有害准哥染病的小狗，只要人接触就会生病，也是乔姨娘让我送进来的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做的，你简直是无法无天。没错，是我做的，全都是我做的。侯爷，太夫人，该如何处置乔姨娘，请吩咐。侯爷，你来决定吧。乔莲芳毒害元娘，以致她滑胎病重而死，又多次陷害十姨娘，罪孽深重，百身莫属。依照家规，杖责3事后送入农庄待法修行，此生不得回京。侯爷，这是？迎接夫人回来，自然要花点心思。怎么样？侯爷有心了。我今日才知道，侯爷一直在替我隐瞒我在仙灵阁的事。您都不介意吗？起初我也觉得女子不该抛头露面，但是我亲眼见你教授灾民刺绣，我明白你是真心实意的想要帮助他们，我不该阻止你做对的事。侯爷，我想与你商议一件事。仙灵阁因我而遭到了损失，我想给简师傅一笔赔偿金。
你拿主意就好。如果银子不够，你去向白总管支取。侯爷为何对我这么好？因为你若欢喜，我便也欢喜。侯爷夫人，傅大人让人递了话来，说乔姨娘闹着要见侯爷，一刻都不得安宁。想必他是有话要说吧？你告诉他，侯爷一会儿就去。侯爷，还记得吗？我10岁那年，我娘带我到徐家来玩，见到正在院中抚琴的你。那时候我摔了一跤，你为了哄我开心，给我折了好大一束桃花。那时候我瞧着你，心里就在想，你可真好看呀！长大了，我一定要嫁给你。从那以后，我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你喜欢抚琴，我便仿遍名师，苦练琴技；你上阵杀敌，我便担惊受怕，无一夜浓的安情。就这样梦里梦外，念了你10几年。若只是这些，就无需再说下去。侯爷，我谋害元娘不假，可那罗元娘又是什么好人呢？若不是因为她，我堂堂乔家嫡女怎会沦落到如此地步？又怎会沦落成妾室？我是有错，可那罗元娘和十一娘合谋起来害我，难道他们就没错吗？侯爷为何就只追究我一个呢？当日若非你私闯内院，元娘的计谋又怎会得逞？你以嫡女自诩，难道连瓜田李下的道理都不懂吗？况且，此事是元娘所为，和十一娘并无关系。十一娘自始至终都没有为难过你，但你却几次三番地陷害她，如此狠毒。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啊！那罗元娘根本就不懂你，罗十一娘身份地位更是不配在你的身边，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的妻子。我为了你，尊严、脸面，我统统都可以不要。我为你做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明白我的心意？我爱了你10几年，你为什么还是不能接受我？我才是这个世上最爱你的人。爱是互相欣赏，是尊重，是信任，是成全，而不是强求，更不是委曲求全。你虽是嫡出，但心术不正，而人心尽失，
十一娘虽是庶女，她却凭着良善仁义赢得了尊重。由此可见，人之可贵，不在于出身，而在于本性。由始至终，你对我一丁点情意都没有吗？之前11娘已有孕，欺骗母亲，还瞒着母亲去仙灵阁教授灾民，差点损毁了徐家的名声，还请母亲责罚。既然事出有因，这事不能怪你，怪我呀！我识人不清，平白的让你遭了这么些罪。侯爷，快扶11娘起来。谢母亲。起吧，杜妈妈。这套红宝石头面是我的嫁妆，你收下吧，只当是给你压压惊了。母亲，这个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这是母亲的一片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那就谢谢母亲了。侯爷已经把事情原委都跟我说了，他早就知道内情，他不告诉我，只是怕我担心。然而11娘啊，你是徐家主母啊，成日在外抛头露面，有失体统吧？我希望仙灵阁之事你不要再插手了，你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，这才是我们女子该守的本分呐。母亲，11娘在仙灵阁教授灾民刺绣的善举，已经在宫中传为美谈。各宫嫔妃听闻此事，都称赞不已。若是这个时候离开仙灵阁，被宫中那些贵人们知道了，难保不会说我们是沽名钓誉。哦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你暂时还是继续做下去为好。只是我要你给我一个承诺，你绝不能动用侯爷的权势为自己谋利，更不能做出鱼肉百姓之事，影响到我们徐家的声誉。你能做到吗？母亲放心，我保证绝对不会利用侯爷的权势为自己谋利，更不会做出不利于徐家的事情。好。小婿向岳父大人赔罪，是我们徐家误会了夫人，让夫人蒙受不白之冤。当日所为皆不得已，特备厚礼前来赔罪。是女儿处事不周，让父亲母亲还有大哥大嫂担心了。侯爷言重了，若不是侯爷与11妹心灵相通，相互信任，又怎能让乔莲房？元娘在怀孕期间所服之药，被乔莲房背后动了手脚，以致身故，是我没保护好她。小婿任凭岳父处置。元娘是被乔莲房害死的，千真万确，11
是侯爷亲口说的。元娘，是被人害死的。造孽呀！我散弃了一辈子，却没成想，我最宝贝的女儿，却死在别人的算计之下。这难道就是报应？大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大太太，你怎么了？可能是中风了吧？大太太！表姐，莲芳是你看着长大的，她是怎样的孩子，你心里最清楚了。她就是一时糊涂啊！你再给她一次机会吧，啊！你就让她继续留在徐家，为奴为妾，只要能留在您身边，伺候您和侯爷就可以了。让她来以此赎罪吧，表姐呀，我求您了，表姐。我给她机会，那元娘呢？那我的孙儿呢？谁给他们机会？不想带发修行，那就去顺天府吧，你自己看着选。表姐，莲芳，娘，莲芳，这里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走，娘带你离开这里啊，走。若是徐家的人告到顺天府去，咱们就找几个人去顶罪就是了。走。娘，我留在这儿吧。莲芳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你不要吓娘啊！啊，莲芳。娘，我想要得到的，都已经奋力的争取过了。如今，我心愿已了，再无他求。是娘的错，从小到大，是娘教了你太多的算计。你想要什么，就不择手段的让你得到，
却忘了告诉你，有些执念是要不得的。娘以为这样就能保护你一辈子，却没想到是娘害了你，是娘害了你啊，莲芳。娘，事已至此，我不怪任何人。您一定要好好的保重身体。您只有我一个女儿，如今我再也帮不到你了。你在家中的日子就更加的艰难。你把这些拿下去，给秀娘分一分。十一娘，师父，我一直都担心你，你可来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切安好。好，那我们过去说。如今仙灵阁声誉受损，修娘也走了不少。说到底，都是因为我。师父放心，我会负责这儿的损失。这事儿与你无关，你视这里为瑰宝，只怕心里比我更难受。况且你也是被人所害，我又怎会怪你？可不管怎么说，这件事都是因我而起，这里的损失应该由我来赔偿。其实，我一早就发现了，刺绣对你来说不只是兴趣那么简单，你愿意为它付出心血，去探索，去追求。有无兴趣跟师父一起经营仙灵阁？你说的赔偿就作为你的入股好了。跟师父一起经营仙灵阁，你不光有更多的时间接触刺绣，还会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跟你一起去探索和研究。十一娘，你不是一直都想自食其力？不妨把这当作事业。师父这个主意甚好，只是，是不是家里不太方便？你要做的事，我都会支持你。也没什么不便的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那以后就有劳师父多多照顾了。谁说的？没准师父以后啊，还需要你多多照顾呢。徒弟孝顺师父，那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看你说的。